你说说你还能干个什么呀？擦个桌子能擦了半天还擦不好呢。我不是想把它擦得更干净一点吗？擦得更干净，桌子擦得再干净有什么用呀？你主要是你男人，你要挣钱呀。小飞，我不是在上班吗？你上班，你还好意思提啊？一个月挣那几千块钱够干嘛的呀？小飞，虽然我赚的不多，可是我不是把所有赚的钱都给你了吗？应该够你花的吧？够我花的了，你那还多少钱呀？我不要买化妆品啊，不要做头发，不要买衣服啊，那点钱哪够我花的呀？小飞，是我没本事，那你就这些，你省着点花，不也行吗？不行，凭什么让我省着点花？你都不想想，你多出去赚点钱，让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一点，还要让我省着一点花，你说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了？小飞，哎呀，那个，咱们家条件不能和人家比嘛。不能和人家比。这我闺蜜买了一个包，前几天我都看上了，不就一个包吗？你就不能大方一次，也给我买一个吗？小飞，你别生气啊，你想要包是吧？行，我给你买还不行吗？这多少钱啊？包啊也不贵，2万块钱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给我买的呀2万多，小飞，这咱们家哪有什么钱买2万的包了呀？要不你买个便宜的吧？行，既然你拿不出那么多钱，那我就买个便宜点的，1万多的吧。我记得这你工资也发了吧？加起来你前2个月的工资应该有1万多块钱了吧？拿给我，我去买包去。啊，小飞，那钱我都存起来了。存起来了，那就取出来呀！都说了给我买包的，存着干嘛？有什么用呀？小飞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那个钱我给我妈了。什么？你给你妈了？小白，你是不是你忘记了？你是什么人呀？你是我老婆，你是倒插门嫁到我们家的，你给你妈干嘛呀？小飞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前几天我妈来找我，说我爸生病住院了，这需要钱交住院费，所以我才把这个钱给他的呀。你爸住院了，你爸住不住院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家里面一共就剩1万多块钱了，你全部拿给他了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？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？小飞，你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这我爸生病了，我不能不给他治吧？我是他儿子，我也不能不管呀。这，你就别怪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管他也是应该的。你爸为什么让你入赘到我们家？那是因为他没本事，没本事活着干嘛？还不如死了算了呢。我可告诉你，你既然入赘到我们家，那应该什么事都听我的。去，立马把你爸的钱给我要回来去。小飞，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呀？那可是我爸呢，我怎么能看到他死呢？怎么着？我说的话不好使了？你敢给我顶嘴了是不是？小飞，这什么事我都能让着你，可是这个事儿不行，这个钱必须给我爸治病用。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，这个钱你假如不给我要回来的话，你就从我家滚出去。小飞，你还讲不讲道理了呀？自从我入赘到你们家之后，我什么活让你干了呀？在外面挣钱的是我，在家做家务的也是我，我把你供着，这些你还不满足吗？我就给我爸治个病，你都这么说，我满足什么呀？不是我让你入赘到我们家来，你还是乡底下种地的呢，你能住上那么好的房子吗？能到城市里边来吗？你应该感谢我，这都是我给予你的。感谢你，小飞，这么多年我付出这么多，对你这么好，你都看不到是吧？到头来，是我爸撵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为家里付出的，那是你应该付出的，谁让你是个倒插门呢？行，我这么倒插门，就这么被你瞧不起是吧？那你以后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我拿你不是瞧不起吗？那和我离婚算了，你再找个有钱的，以后啊我也不伺候你了。呀，今天敢跟我这样说话，我看你是反天的你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要造反。我这么多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啊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呀？我受够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以后咱们俩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俩互不相干。
我这手里没钱了，你再给我打点钱呀。什么？不给？你不给我钱怎么办呀？这我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收入的。哎呀，你再给我打一点吧。妈，你就给我一点吧。哎，喂，烦死了！这我妈也不给我钱了，这以后我花钱怎么办呀？哎，打电话。大美。怎么了，小白？你现在干嘛呢？我能干嘛？我上班呢呗。大美，我想找你帮点忙。你打住啊！你不会又是找我借钱的吧？哎呀，不是借钱，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份工作。小白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你不是从来不工作的吗？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这我妈也不给我钱了，这手里没钱了，我得想办法自己挣点钱花呀。你真要找工作啊？没开玩笑。真的，我还能跟你开玩笑，真的找工作。那行，我给你介绍份工作。真的啊？那行啊，什么工作呀？你先过来我公司这边找我吧。啊，行，那我等一下就过去找你哈。挂了。哎呀，找大美去，就把工作这个钱花了。大美，我来了。你说那什么工作呀？小白，你这一听找工作，你这跑得挺快呀。那当然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手里一点钱都没了，我都急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工作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既然决定了要上班，那以后就得好好的。哎呀，大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这可是下定决心要出来工作的。那就行，小白，我给你介绍的这家公司呢，那老板你也认识。我认识，谁呀？具体是谁我就不跟你说了，等你去了你自然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去了之后好好说话，摆正自己的态度。哦，行，你放心吧。那行，那我带你去吧。行，走。赶紧。小白，小飞啊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那个小白，小飞托我给他找份工作，你们这公司是我介绍他来的，你们两个，这好好聊。行，大美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我知道。好好说。小白，这公司是你的啊？对，是我的，很意外吧？小白，你现在那么有本事啊，都开公司了！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这那么有出息啊！是啊，说起来还得多亏你呢，要不是你当初把我给挤兑走，我也不能有今天的成就。小白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，咱们不提了哈。你看，这我来你们公司应聘呢，你给我安排一个经理什么的位置让我做呗。小白，我问你，你会什么？我会什么？我会什么？你知道的呀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你还想当经理啊？我估计让你当个保洁你都干不好吧？哎呀，这都是你的公司，你看咱们俩是吧？有这层关系，要不咱们复婚吧？小白，你想什么好事呢？当年是你把我从家里赶出来的，是你瞧不起我，现在你混得不好了，没人要了。你不是当初你要说你要找有钱的吗？这儿怎么没有人看得上你啊？我这一直都没找，这不是等你呢吗？你看你现在又成功了，你看咱们以前也在一起过过，是不是？咱们复婚不就行了吗？你放心，这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再也不骂你不打你了。行了吧，你现在配得上我吗？小飞，告诉你一句话，日落西山你不陪，东山再起你是谁？小白，你就看在咱们以前的份上。行了，别给我提以前，以前你是怎么对我的呀？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小飞，对不起我们公司不养废人，
这里啊没你合适的长辈，你还是另谋高就。行，我走了。不送。本来还想帮你一把，不过看你这个德行，和以前真是一点没变。以后好自为之吧。